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一位年轻的书生行走在荒山野岭，想要徒步去往国都，道路难行，可他甘之如饴，笔下的大好风光正是如此才得以绘出。书生名叫白起，善丹青，他走过许多路，习惯了粗粝的食物和简陋的住处，随遇而安。这日，白起只顾欣赏周边的风景，日落后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只有一望无垠的田野，没有落脚处。他试图走一条越过山岭的捷径抵达村落时，迷路了。夜里无月，万籁俱寂，唯有风声和虫鸣此起彼伏。他跌跌撞撞走着，期盼发现河流，从而沿着河流找到村落。可惜往前走，却发现被峭壁挡住去路，无奈之下只好原路返回。白起决定爬到最近的山顶上，在那里看看能否见到人烟。然而爬到山顶后，只见到连绵的群山。正当他准备下山听天由命露宿深山时，却看到山前端的山坡下有一簇微弱的黄色火光，显然那有人居住。白起欣喜万分，露宿本就是无奈之举，如有更好选择，当然值得高兴。他朝那走去，很快发现一间农舍，刚才看到的火光正是从门的缝隙间透出。白起敲了几下门，呼喊了几声，房内传来走动的声音，一个甜美的声音响起：“谁呀？”白起彬彬有礼回道：“小生打扰了，我是一名画师，在山里迷了路，可否在贵处求一碗食宿？如果不便打扰，能否告知我如何去往附近的村子？”小生感激不尽。女子在屋内又详细问了些其他问题，白起一一作答。他对白起能找到这里感到非常惊讶，白起的回答也消除了他的顾虑。女子对他喊道：“我这就来，山路危险，今晚就在此借宿吧。”片刻之后，门被推开，白起随女子进了屋。灯光下，他一眼便被其精致美丽的容貌惊住了。女子看起来20出头，妇人装扮，想来已是许了人家。屋内却未看到男主人的身影。女子见他到处打量，说道：“我一个人住在这里，天黑路陡，你如果要去更远的地方，怕是会有危险。这附近有几户农家，但是无人带路的话，你无法找到。天亮之前你就待在这吧。条件简陋，我只能给你提供一处床铺，还有一些简单的素食。”白起饿极了，不管什么食物对他来说已是无上美味，连连点头道谢。女子见他那样，笑了笑，到边上厨房忙活一会，端来几盘菜，还有一碗米饭。白起狼吞虎咽，直夸美味。女子并未多说什么。吃完饭，白起细细打量，他发现小屋被打理得一尘不染，给他装食物的餐盘也是完美无瑕。房内摆设虽廉价，却也相当漂亮，墙上还挂着一些装饰及书法画作。房间一侧立着一个低矮的台子，上面放着一个佛坛，台子上的漆门打开，露出里面的牌位，牌位前燃着一盏长明灯，灯两侧摆放着贡品和野花，佛坛上方挂着带辉月光环的观音菩萨。白起正待开口询问，女子说：“我今晚有许多事要忙，没空睡觉，床铺让给你，虽不能让你睡得舒服，但还是愿你能休息好。”白起不知道女子孤身一人出于何意愿意款待他这个陌生人，但甘愿让出自己床铺这种行为让白起心生愧疚。他拒绝了这种过度的款待，对女子保证自己在地板上任何地方都能睡得很香，不用这样招待自己。女子却回绝了，告诉白起自己是真有事要忙，不用客气，并表示知道白起是知书达理之人，希望能听从安排。这话一出，白起没法拒绝，因为这里只有一间房。女子取来一面屏风，隔在床前向白起道了晚安。
虽然白起不愿接受以牺牲他人睡眠为代价的好意，但他太困了，头刚沾着枕头，就陷入了昏睡，好像睡了很久，又好像睡了片刻。他迷糊中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，白起定了定神，细细聆听，他确定是脚步声，不过不是轻声踱步，而是急促的脚步声。白起想，不会屋里遭贼了吧？他有些担心那位热情款待他的女子，他起身想要看看是否真如他猜想的那般，谁知高高的屏风挡住了一切。白起不了解外边的情况，但是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哪怕冒着生命危险，也要保护那位年轻女子。他蹑手蹑脚地爬到屏风边偷看，然后看到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。灯火辉煌的佛坛前，身着华服的女子正在翩翩起舞，浑身透着孤寂，在华服衬托下，她的美丽超凡绝伦，仿若仙子将登梯而去。她的舞蹈比之美貌还要更胜一筹。此等情况下，白起脑海里闪过狐女、鬼魅的传说，不过在看到佛坛和观音像时，他又打消了这种念头。白起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他很失礼，但看着前所未见的舞蹈和美人，让他被深深吸引，挪不开眼。突然，女子停了下来，气喘吁吁地解开腰带，就在要脱去上衣之时，他的目光扫见屏风后露出的眼睛，一下子惊呆住。白起从沉迷中醒来，慌忙道歉：“姑娘，对不起。”在下被脚步声惊醒，在这深夜荒野之地，难免让人担忧。我只是想确认下你是否安好。你的舞姿实在登峰造极，人间难寻，在下看着了迷，抱歉。说完又补充道：“原谅我的好奇，你是谁？我看遍天下美景，走遍繁华城镇，从未见过任何人的舞姿能胜过于你，这非等闲之功，天赋及苦功必不可少，在下佩服至极。”起初，女子对他梦浪的行为很生气，听他说完，表情舒缓下来，笑了笑，坐在他面前，说道：“我没生气，你看我独自跳舞的时候，是不是以为我疯了？告诉你原因吧，我叫齐武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白起想了起来，齐武这个名字当年可是名震京都，然而他却在美貌和才艺正处巅峰之时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因何而去。齐武说：“孟浪爱慕于我，我也心悦于他，我们两人逃离了荣华富贵，在这山上建了一所小屋，幸福地生活了几年。他最爱的便是看我跳舞，每晚他会弹奏最爱的乐曲，看着我起舞。”齐武的声音有些哽咽。后来他病了，我寻遍大夫为他医治，却还是没能留下他的命。我日日在思念中独自生活，今日是他的忌日，我想跳他最爱的舞给他看。齐武接着说：“你这么累，我还把你吵醒，实在抱歉，我以为你睡得很香了，才小心翼翼地跳舞，没想到还是打扰到你了。”许是许久没有和人说话，将他的故事告诉古奇后，神情有些放松。这会两人都无心睡觉，便沏了一壶茶，两人一边喝一边聊天。天蒙蒙亮时，两人隔着屏风休息起来。白起再次醒来时，已日上三竿。起床后，他看到桌上已布上饭菜，虽然很饿，却只吃了一点，因为他怕为了让自己吃饱，女子又刻意少吃。用完饭后，白起收拾行囊准备离开。当他掏出些银两想要答谢齐武时，齐武却是什么也不要。他说：“我给的东西不值钱，留你借宿只是为了做善事。”白起见齐武坚决不收，也就不再勉强，与他道别后消失在林中小屋。半个时辰之后，白起已走到了熟悉的大道上，他被齐武的美丽和温柔深深吸引，内心充满不舍，却无法言表，只能继续赶路，将这段过往抛之脑后。时光飞逝，白起已由年轻人步入中老年，画技高超，
靠画作在都城拥有自己的宅院，不少人称他为老师前来学习。一天，他家来了一位老妇人，请求与之见面。门房见其衣衫褴褛，一脸寒酸，将他当成乞丐拦在门外。隔日，老妇人再次前来，门房不耐烦地说：“我家老爷不在都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”老妇人并没有放弃，如复一日，周复一周，一次次来到这，门房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辞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坚持每日同一个时间背着一个破布包袱准时出现。见他如此坚持，门房妥协了，告诉白起，有个老妇人总是来求见您，我以为他是来乞讨的，结果来了50多次，每次都要求见您，来意也不明说，只说想告诉您一个人，看起来像个疯婆子，不听劝，老爷该怎么处理？白起听闻有些生气，厉声喝道：“之前你怎么不说？”他想起过去贫苦的日子，不知老妇人是否需要救济，于是走到大门处，老妇人正在那等候。奇怪的是，老妇人说既不要钱，也不要吃的，只想求白起为他做一幅画。对于这个请求，白起有些奇怪，随即请他进屋说话。老妇人刚进屋便解开了包袱，里面露出一身华丽的绸缎衣服，上面绣着金线，不过衣服磨损得很严重，想必穿了很久。当老妇人将衣服一件件展开，用颤抖的手指将衣服抚平时，白起觉得自己的记忆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隐约飘动，然后突然拨去迷雾展现在他面前。那是一间孤零零的山间小屋，在那里，佛坛、牌位以及孤独的舞者引起的悸动。白起起身将老妇人迎接入座，向她作揖：“自我们上次相见，已过40余年，当年您对我的帮助我铭记于心。”老妇人却有些惊讶和困惑，她只是听说这位画师技艺高超，想要请求他为自己做一幅画，却不知竟然相识。这些年，他吃了很多苦，再加上一年比一年衰老，记忆力衰退，的确忘记了许多事。白起向他描述他独居的小屋，那晚的舞蹈及对话，齐武想起来了，他喜极而泣说道：“肯定是观音菩萨听到了我的祈祷，指引我来到这，没想到这么些年你还记得那一晚，这真是菩萨降下的奇迹。”接着齐武讲述了他之后的故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积蓄和收入越来越少，他不得已卖掉了小屋。年老之后，他无处可去，独自回到了当初辉煌的都城，身体越来越弱，已快忘记自己当初的模样，更没有力气在心爱的人牌位前起舞。他想要一幅自己穿着盛装跳舞的画像，将其挂在佛坛前。之所以找到这里，是听说白起画人技艺高超，他带来了自己跳舞的衣服，希望白起画出身着盛装的他。白起对他说：“能为您作画，我荣幸之至。不过今天我有些要事，如果您明天能来，我定会竭尽全力为您作画。”齐武还是有些愁眉苦脸，他说：“大恩大德无以回报，我目前身无长物，除了这身华服，虽然曾经价值不菲，如今却一文不值了。”白起高声说道：“有机会偿还您对我的救恩，我高兴还不及，这些就不必再提了。明天我定会按您的要求画好。”齐武朝白起行了3拜之礼，以示感谢，随后有些扭捏说道：“您能不能画出我年轻的模样，就像您见过的那样？”白起回应道：“您那时的花容月貌，我记忆犹新。”齐武听见这句话，爬满皱纹的脸色顿时眉开眼笑，高兴地离去。第二天如约而至，白起看着他，在画笔下重现了当初的齐武，明眸似水，轻盈如竹，穿金着缎，灿若天人。齐武看着哭着说道：“我唯一的愿望实现了，日日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，我的余生不会再奢求什么，哪怕现在让我往生也死而无憾。”白起微笑着说：“我没做什么，真的没什么，
您能告诉我现在住在哪吗？好让我去看看这幅画要挂的地方。齐武并没有告诉他，只是说家中寒酸，不便招待客人。他再次跪倒在地，向白起致谢，带着珍宝离去，却不知白起早已下定决心，定要让他好好度过晚年。白起招来门房说，赶快跟上他，不过不能让他发现，回来告诉我他住哪里。于是门房悄悄地跟了过去，他跟了好长一段路，回来禀告白起，我跟着他出城，到了附近的乱民区，他住在窝棚里。白起沉默良久，说道，明天你带我去那里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能让他缺衣少食，不能让他生机窘迫。第二天日出不久，门房就带着白起去了那个被遗忘的地方。窝棚的门只是一扇掩着的木板，白起在上面敲了几下，没有任何回应。过了会，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推开，朝里面呼喊了几声，还是无人回应。他道了声打扰了，走了进去。这一瞬间好像时光倒流，白起想起当初疲惫的自己站在山间孤零零的小屋前，恳求房屋主人给自己一个居所。没几步，他便看到了躺着的齐武，裹着一床单薄破旧的被子，似乎睡着了。在一个看起来随时要散架的台子上，他看到了40年前的那个佛坛壶牌位，同那时一样，点着一盏小灯，带着辉月光环的观音画像不在了。不过在佛坛对面的墙上，他看到自己画的那幅画挂在那。白起想要将齐武叫醒，让他看看老朋友来拜访了，于是欢喜地喊了2、3次他的名字，无人回应。他意识到齐武已经去世了。他似乎回到了当初的20岁，青春之灵笼罩，皱纹被奇迹般抚平，一如当初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